念你一个人过得好吗？我一个人四处漂泊，居无定所。像现在这种社会，我这样的人又能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当时我可是真心的挽留你，你就是不听，非走不可。这一走就是3、4年，而且毫无音信。当时有一些情况，你不知道。什么情况？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装不知道啊？我们俩的关系非常简单呐。从在青山绿水度假村认识，到后来好上，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你都中了人家的圈套，还说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中了人家的圈套？乔胜利，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是程露莹啊？我是程露莹，但是我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程露莹。其实，我以前在酒店的商贸公司工作，后来去了富贵荣华夜总会当总经理秘书。富贵荣华夜总会，那不是王大红的老窝吗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在我的要求下，你曾经给我叔叔一份500万的装修合同？当时我的装修工程是很多啊。哦，你叔叔就是他。对，我那个所谓的叔叔，就是王大红。这么说，王大红一直在算计我。王大红跟你有夺妻之恨，他能放得过你吗？原来你是被王大红派到我身边来暗算我的。其实他不过就是想做你一笔生意，在生意场上明争暗斗的事情多了。你虽然是经商英雄，但是你依然过不了美人关。这么说，从我们俩认识到后来好上，这都是王大红一手在幕后导演的。是的。这真是我的奇耻大辱。没想到你程露莹是这么个货色，无耻。其实我也是被逼无奈。你知道，王大红他弟弟王大明跟黑社会交往过密，我要是胆敢不从，他们会要了我的小命的。无耻！好，你今天骂我无耻，我也不会恨你的。其实，在我当初勾引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很无耻，所以我才离开你，离开了这座城市。你不要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干出这种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善良之辈。你这话说的也太绝情了吧，乔胜利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后来真的渐渐喜欢上你了，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离开你，离开这座城市的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离开我是为了我好吗？当然，我那会儿是真的爱上你了。假戏真做的事情从古至今就有。再说，你那会儿对我那么温柔，那么体贴，女人都是水做的，我能不喜欢你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那会儿，王大红让我从你那儿得到1个亿的合同，可是他们装修用的全都是假冒伪劣产品，还偷工减料。要是这么下去，那不是真的坑害你了吗？所以，你选择了离去，离开我，离开王大红。难道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从你那儿得到那张合同，王大明他们能给我多少钱？25万，整整25万呢！你可以算一算，我要是继续做下去，我能拿多少钱？这你应该能算得出来吧？既然你离我而去，既然我一直蒙在鼓里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找我？为什么还要把这可怕的真相告诉我呢？我当时的确是发誓要远远的离开你，永远的放弃你。可是，我后来发现，我怀了你的儿子。什么？
陆云啊，是我。今天下午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追你那几个人是什么人啊？把我吓坏了你！你现在呢？是吧？你离开这个城市了啊？哎，你千万不要带儿子过来啊！哎，好，以后再说。你干嘛呀你？你人在书房里头锁什么门呢你？我没事啊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小东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。给我点面子好不好？啊？虽然不是亲生儿子，但是我们生活了26年，人是有感情的嘛。看看他去，看看他去。好，我去看看他。快，他等你。小东啊，你回来好啊，证明你心里还有这个家，还有爸爸妈妈。小东啊，你既然跟王大红的女儿分手了，那就不要藕断丝连，否则后患无穷。爸，难道就没有真正脱俗的爱情吗？小东，这个世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王大红把他女儿送给你，他这是想瓜分我们胜利集团的利益。我不懂。你不懂，那我就跟你说明白一点。王家想跟我们乔家攀亲，他看中的不是你小东，而是你手上的20%的股份。他想吞并我们胜利集团。你是乔家的人，你不能做亲者痛、仇者快的事情，你还不懂吗？爸，照你这样说，这世上的人，难道除了爱钱之外，就没有其他可以爱的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脱离现实的爱，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。你要是不服从这个真理，将来肯定会吃大亏的。林小慧，我知道她喜欢我，我完全可以通过她达到我的目的，但是我不能那么做，我不想伤害她。王若萱，我倒是喜欢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她爱上我。道貌岸然的乔胜利，竟然会有秘密情人。可惜今天我没有看见他。王大明他们为什么对他感兴趣？为什么派人去抓他？这是个谜，我要破解这个谜。对了，我能查到他的电话号码。大明啊，怎么能让程若莹这个女人跑了呢？啊！哎呀，哥啊，这个女人鬼得很，我估计啊，她是在窗户里就看见我们了。哎，她有没有去她的姐姐家？没有。没关系，她肯定去找乔胜利的，到时候可不能让她再跑。到时候啊，就得看许斌的情报了。轩轩和小东的关系能进一步就好了。哟，许斌来了，这么早？董事长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件，一早上就要看。
长刚刚来了电话，他说那户报错我们儿子那户人家被他查到了，叫我们现在赶快去。好啊，现在就走。走啊，小万。哎，来了，阿姨。给我衣服。好好看我这儿啊。啊，放心吧，阿姨。他说在他那个上司哎，你跟老护士长说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啊。啊，时间还早嘛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哎，你心跳怎么样？挺好，我很正常。哎呦，我心脏砰砰乱跳。一想到要见到失散了20几年的儿子，我真的是又高兴又激动。可是什么？可是我们的儿子生活在农民家庭，我就最怕一见到他，是一副又粗又黑又没文化的样子。到时候你说，咱们认还是不认呢？当然要认了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因为父母要随部队上前线，把我寄存的老乡家里整整是3年啊。你才3年，可是我们的儿子在这儿生活了20几年，我就最怕一见到他，完全一副农民相。哎，你对农民有点感情好不好？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快坐，快坐，坐，给你要杯果汁吧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小姐要果汁。乔总啊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总算打听到你们儿子的下落了。今天呢，打扰下，您的果汁。今天我可以向你们2位交车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老护士长真是个热心人啊。哎呀，我马上带你们去。不过你们要有思想准备。听说抱错孩子那户农民呐，穷得很呐。你放心，我们绝不嫌弃他们。他替我们养了20多年的亲生儿子，我们谢他才是。哎呀，这样想就好。那咱们马上走，离县城很远的，好几10里地呢。好，咱们走。好，开走。老乔，你听说那农民穷？哎，你沉住气，一切由我来应付，好吧？老大爷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你这里是赵村吧？是赵一村。哎，赵王才是你们村的吧？是。他在家吗？不在家。那他在哪儿呢？他在果树园看人果树。看果树园。那第一字有多远呢？2里路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吗？哎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你就是赵旺财吧？他是小东的父亲。哎，现在想不了这么多了。你是赵旺财对吧？来，都坐坐，哎，坐，坐，哎，坐，啊，坐。哎，今年桃子便宜呀，你们要多少啊？啊，大哥，我们不是来买桃子的，我们是过来看看，跟你聊聊天。大哥，您这是做中午饭呢？啊，山里没什么好东西呀。大哥，你家里几口人呢？3口。哦，老伴儿，还有儿子。1儿1女，老伴儿都过世20多年了。那儿子今年20几了？都30多岁了。什么？说来不怕你笑话，我这生下来就是个驼背，残废。是个残废？不对吧？你还有个儿子，你肯定还有一个儿子。大哥，你真的就这一个儿子吗？啊，
就这一个呀，30多岁了，还没娶上媳妇儿，命苦啊！错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那不是搞错了吗？不对吧？这就怪了，在计生委的档案中明明有赵旺财这么一个人，只不过是当时他不住在赵村。 20多年都过去了，岁月沧桑啊。现在人事又变化这么快，我看是大海里捞针。千错万错都是他们的错，都是因为医院工作失误造成的。要不咱们找个律师把他们给告了？告谁啊？要告只能告老胡市长，现在又没有证据，你上哪儿去告？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见得就此放弃吧？ 著名的音乐家乔晓东先生吃饭了。若瑄，我现在怎么一点激情都没有了？我写不出来任何东西了。别着急嘛，先吃饭。你看你这2天瘦的，你再不吃胖点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快！哎，我现在啊，就只剩会吃饭了，简直就是个饭桶。才不是呢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 现在是不是就剩你自己看中我了？我说你在写什么曲子呀？这么难，你要是没感觉的话，就换一个别的写写嘛。你有才气，我相信你只要努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我呢，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你第1个粉丝。好吧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要不然连我自己的妹妹都不如了。 徐斌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出来办点事儿，顺便过来呢看看萌萌。又给萌萌送好吃的来了。我也给你带。哎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我听说你和小东分手了。嗯，是分手了。再不分手的话，他爸就不让他姓乔了。这怎么就分手了呢？小东人不错，你说你以后要再找一个像他这样的，挺难的。你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个？我给你介绍一个。算了吧，你说你身边优秀的男士这么多，你自己选吧。不过这婚姻大事啊，慎重。我才懒得管什么婚姻大事，反正呢，我想再玩2年，然后啊，找一个成熟稳重的。 像你这样的男人做老公，像我这样，我成熟稳重吗？哎，徐斌，我等你很长时间了。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哎。 你认识我，我也认识你。我叫赵志坚。你的记性不会这么差吧？你找我有事吗？嗯，随便坐坐，聊聊。那是你朋友吧？怎么回事啊？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啊，志坚，别跑了，走吧，走吧。
徐斌啊，我听志坚说你很能干，来我这里不要紧张，来，咱们交个朋友。说吧，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徐斌，你给王大红兄弟2个人干，他们给你什么好处？他们没给我什么好处。你们也知道，我根本就不缺钱。我们在一块儿合作呢，只是一些关系上的往来。我警告你哈，还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他们，尤其是王大明这个人，心狠手辣，用得着你的时候好话说尽，用不着你的时候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是吗？你那天不也是在场吗？你不会没看到吧？我看见了。你知道王大明的江山是谁给他打下来的吗？是我和老铁，还有兄弟们让他拥有了现在的一切。可是你看看我现在。所以徐斌啊，跟人先要识人，懂吗？好，跟2位呢，我也是第一次见面，谢谢你们的提醒，我敬你们一杯。爽。来，志坚。兄弟啊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是兄弟就要讲情义，徐斌，今后我们在一起干事儿，你到我这个地方来，吃喝玩乐全部免单。老铁啊，咱也不能净吃喝玩乐啊，兄弟一场，也得干点正事儿。我们要干正事儿，义字要当先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好，就凭你说的这句话，我一定要干一杯。兄弟够爽了啊！志坚，马上。不过，谁要是不义，我赵志坚真翻脸。我明白，既然你们这么诚心诚意的拉我来入伙，我一定会和你们一条心的。我知道一点，你们呢，一定是比我有胆量，但是智商肯定没我高。我想，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，就一定可以成事。兄弟，你这话说的有点意思，我喜欢。那你说说，这王大红非要撇下我们跟乔胜利合作，你说我们怎么办？合作。实际上，王大红是想和乔胜利结为亲家，是想要亲上加亲。老铁啊，知道了吧？儿女亲家可是要比咱们弟兄的感情要深得多啊。兄弟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找你来呢，就是为了搞清这件事儿。今后我们可就是朋友了。哎，兄弟啊，干了他！志坚，倒酒。来，嘿，小子，好酒量啊！这2个笨贼也想把我当棋子，全他妈的想拿我当棋子。我要把你们全都变成我的棋子，我的棋子。六贤，我已经决定出来打工了。打工？你打什么工啊？我想晚上到宾馆的酒吧去弹琴。如果我一天能跑2个场子的话，1个月可以赚到1万块钱。
少来吧你！乔生立的儿子去酒吧弹琴挣钱，你爸也不会同意啊。这有什么的？人家美国总统的孩子过去还端过盘子呢。我都26岁了，我连自己的饭钱都挣不到，我这还算什么男人呀？只要你自己心里没有障碍，我是不会反对你的。可是你这样出来挣钱，那音乐工作室的事儿不就黄了吗？不会啊，我可以白天写曲子，晚上出来弹琴。这样太辛苦了，不行。辛苦一点有什么？我还年轻呢嘛。再说，像我过去一样闭门造车埋头写曲子，不和外界接触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出来工作，没准还能碰见赞助商呢。我爸给你钱你不要，你爸又不给你钱，指望着出来碰到赞助商，这种可能也太渺茫了吧？碰不到也没有关系啊，我可以靠我自己来攒钱嘛。以后我会省吃俭用的，用不了几年，我的钱就可以攒够了，这样可以包装我自己了。小东，等我今年还完贷款，婚纱店挣的钱全都归你。那不行，何璇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讨厌，什么你的我的？你跟我分这么清楚什么意思啊？别生气嘛，我没有别的意思的，只是我现在做的事情风险太大了，我怕把你的辛苦钱给糟蹋了。糟蹋了就糟蹋了呗，糟蹋了我也开心。若璇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傻？你这家伙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对我很重要？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就出来工作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得每天晚上带我去。为什么？怕我怯场？大腕乔有东演出哎，我这粉丝能不去捧场吗？我还得带头喊呢，加油加油，小小东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先生，给我来首《老鼠爱大米》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这首歌我不太熟悉。哎，你等，先等。叔叔，没那么严重。小东，你想搞事业很好，你不是要开展业务吗？你爸爸不肯出钱，这钱我出啊。叔叔，那不行，我不能要您的钱。小东，我问你，你要不要萱萱？我问你，究竟愿不愿意娶萱萱做老婆？爸，你能不能说的含蓄点？
小东都流落街头了，还含蓄呢。小东，你究竟愿不愿意？那好，我都把女儿嫁给你了，啊，钱算什么？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，啊，将来这一切不都是你们的？爸，将来的事儿呢，将来再说。现在啊，你只需要拿10万块钱，这钱算我们借的，以后还你。女儿，怎么着？要给老爸分家呀？钱不用还，我给你们，啊。另外10万块钱也太少了，做电视广告就没有了。我给你们出50万，另外再给你们租2间像样的办公室，好开展业务嘛。叔叔，哎，太谢谢您了。叫什么叔叔啊？应该叫爸。哎，发什么愣呢？又没让你现在叫爸。老铁啊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说，大哥。从你那里先给我拿50万块钱，我有点急用，哦。另外呢，夜总会这么大，再给我腾出2间房来。干什么用啊？我跟你直说了吧，我女儿和她男朋友要合作搞什么那个文化产业。大哥，别怪兄弟说话不好听，这是咱女儿若萱用钱，我二话不说。你为了你女儿的男朋友，我老铁不伺候。老铁啊，现在公司账上没钱，钱都花在买国棉市场上了。我临时调你点钱，你给我摆什么谱啊？啊？国棉市场，大哥，你这明摆着跟乔胜利、潘亲家拍人家马屁，你还拿着弟兄们的利益当彩礼，你这说得过去吗？啊？胡说八道，这完全是两码事儿。我既没有拍乔胜利的马屁，也没有出卖弟兄们的利益。大哥，之间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老铁，大哥，我觉得你有必要听一下。你说，你花几千万把国棉市场买下来，难道不是正在拍乔胜利的马屁吗？不是。我们花这么多钱，对制衣厂有好处，也为我们进入城东大开发敲开了大门。这些大账你们算过没有？算过，哪能不算啊？厂子你是买下了，城东开发你是连点边你都没有沾呀。现在还要讨好乔胜利的儿子王大红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这么耍兄弟有意思吗？王大红，叫得好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啊？反了你！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，哪来的这么多规矩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快饿死了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我希望你不要和乔胜利攀亲家。这是我家的事儿，用不着你插手。那我要是非管不可呢？老铁，什么意思？行，行，玩得好啊，啊！大哥，不送啊！爸，回来了，来，做了那么多菜啊！快坐。今天我给你做了几样好菜，给你下酒。女儿啊，可是老爸的50万没拿到啊！为什么？曹铁他们一听说这50万是给小东的，死活不给。那小东怎么办？他不是又要去跑场子了？
老铁他们本来就反对我和乔胜利合作，他怎么可能把夜总会的钱给乔胜利的儿子用呢？爸，这事儿你做主，他们管得着吗？再说了，夜总会是你投资的，利润应该由你支配才对啊，他们凭什么巴掌？可他们也有干股啊。再说他们辛辛苦苦的经营夜总会，我基本上没管，所以呢，他们翅膀就硬了，对我说的话是爱听不听。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？黑社会啊？还怕了他们不成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他们要是敢胡来，我就去告他们去。不要瞎说好不好？他们毕竟辛辛苦苦跟了我20年，我总不能一点兄弟情谊也不讲吧？我发出的不是这50万，而是今后公司的转行将会更难了。说到底就怨大明叔，你瞧他教的这些人，都是些狐朋狗友。不要乱说好不好？本来就是嘛，咱家馄饨王开得好好的，就是大明叔非得拉你跟他们合什么伙，还开什么夜总会，要吃喝玩乐一条龙，什么呀？你懂什么？你那时候还小呢。靠卖馄饨是发不了大财的，只能奔小康。小康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好啊？可我跟你妈夸下海口啊！你妈那时候在文化局工作，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当大腕的料。我就给她许了愿，说将来呢，我开一个影视公司，我自己投钱拍电影，我让她当女主角。所以，我才经不起你大明叔的忽悠，明白吗？哦，原来老爸是为了爱情才跟大明叔走上歪路的。第三产业怎么是歪路呢？要说为了爱情赴汤蹈火，你老爸倒是当之无愧啊。咱们老王家都一样。你看你，一听说小东拿不到50万了，急得给老爸直嚷嚷。我哪有嚷嚷啊？我不就是嗓门大了点吗？嗓门大不是乱嚷嚷啊！让爸喝口酒好吧？这菜都凉了。哎呀，我说女儿啊，你跟小东说，这50万呢，我一定会给他拿到，这不成问题。我说你和小东的关系老是这么磨磨唧唧的，没个结果呢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呀，小东这孩子，我挺喜欢的，你俩呢又很般配，我看，赶快的把这事儿给办了算了。我们都不着急，你急什么呀？他都26了，你都24了，早就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好几岁了，还不着急？再不着急的话，我什么时间抱上外孙的？爸，其实这事儿有什么话你就说嘛，都是大龄青年了，谈婚论嫁有什么抹不开的？再说又是老爸问你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呢是什么时候结婚都行，可是现在他不行啊，他现在心里有障碍，总觉得事业没成功就跟我结婚，怕别人笑话，说他是吃软饭的小男人。想做大男人，倒是有志气，但是事业的成功可不是1天2天的。万一夜长梦多，爸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现在我跟小东的感情很稳定，我们现在呢就尽量先支持他的事业，等他的事业成功了，其他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没问题了。老铁，有些时候呢，我觉着态度得强硬一点，要不然呢，总得让人欺负。这个王大红与乔胜利结亲，这就是问题的根子。我们要掐断这个根子，弟兄们才能在太平日子。还有我想向你打听一人。谁呀？
程露营，鹏程万里的程，露水的露，经营的营。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件事儿。那是2年多前，王大红派到强丽身边的一个女人，具体做什么不太清楚。这哥俩鬼得很，但好像听说已经死了。你知道怎么死的吗？不太清楚。好了，那个该玩的时候就玩的开心点啊！哎，兄弟，我给你找个漂亮的妹妹陪陪你，怎么样？我不需要。得了吧你，装什么？等着啊！老铁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都在这儿呢。你也在这儿呢。好了，哎，我现在有事，一会儿我陪你。不行啊，行了，该干嘛干嘛。这有事儿呢，你说你，哎，一会儿找你啊。你找我？哟，是这么个事儿啊。兄弟，兄弟，你好。他叫桃子，啊，我们这里的一枝花，以后就包给你了啊。志坚，我谢谢你，我现在啊，不近女色。哎，你文化人不要装啊，装什么呀你？桃子，这是我兄弟啊，好好照顾着。来哥，我敬你杯酒。你哪人啊？我是荆州的。你呢？你不会也是荆州的吧？我不是。那你是？我是地球人。可真会逗。广播里说的是李朱旺先生吗？好像是。哎，师姐，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。哦，你这是，哎呦！毛毛，你最近的心情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人家现在是上班一族嘛。毛毛，王若仙对你怎么样？若萱姐人可好了，对我特别照顾。爸爸呢，想给你换个工作。我不换。对不起，妈，我不换。我在那儿就交了2个好朋友了。他在王大红女儿手下工作，他爸爸的面子往哪儿搁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女儿的事情你少参与，别扫了别人的兴啊。你喝你的茶吧。哎，我发现现在提到王大红，你是无所顾忌了。那当然了，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，哪像你10多年前的事情还搁在心里头呢？你这叫什么？小肚鸡肠。我说你这思维方式啊，应该改。怎么了？妇道人家，你根本看不透的本质啊！你少妇道人家妇道人家的，胡扯八道，什么意思啊你？别吵了，看电视呢。你没有什么东西要买吗？梅和水不下饭而已。好，我去给他弄点水果去。爸，哥，我给你留了一袋。看哥给你买什么了 MP3啊？哎，有周杰伦的歌吗？肯定有啊。谢谢哥。小东啊，我发现，自从这个王若仙跟你分手之后，你是精神是恍惚，整天是晃悠来晃悠去，你什么时候能干点正事啊？我一直都在做正经事儿啊，我不会再浪费时间了。你指的是你的音乐工作室，啊？你想是一夜之间就能扬名立万吗？这我倒没有想过，而且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大腕明星，我只要求能养活我自己。
我劝你啊，趁早改变你的不着边际的想法。你为什么不到我的集团来上班？你这个孩子，脑子就是一根筋。以后你少跟这个王大红在一起瞎缠。好了，我是懒得说你了。哥，这个怎么下载？我已经到了，我明天跟他见面。好，拜拜。你是程洛阳，你来的很准时。你不是程洛阳。我要不是程露莹，谁会约你来这种清静的地方？那你一定是徐冰了。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这个人的？我在乔胜利身边工作，而且他非常信任我。那次在平安旅社我也去了，只是没有上楼。那我可以随时打电话问乔胜利。可以，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他。可是你那么做会非常愚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来救你，而陷害你的那个人呢，是乔胜利。他怎么可能陷害我？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你现在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和乔胜利的旧感情上。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，现在王大红已经加入了胜利集团，昔日的冤家已经成为今天商业上的合作伙伴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还有一点呢，也可以证明这件事情。你跟乔胜利那天在平安旅社见面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对吧？那为什么王大红的人会突然之间赶到呢？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你今天来就是要为了告诉我这个吗？程小姐，如果你现在还非常迷恋乔胜利，依然沉浸在你们以往的感情之中，愿意去自投罗网，甚至送命，我不会拦着你。可是，我觉得你那样做的话，智商非常低。我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销声匿迹了2年，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出现？啊，这个是做给王大红看的。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乔胜利居然会接受王大红。没什么不可能的。这个世界上，有利可图的话，感情就会油然而生；无利可图，感情就是一堆垃圾。程小姐，你一天跟乔胜利在平安旅社见面，也不单单是想叙叙旧情吧？我是想，你对女人恐怕不太了解。一个女人如果真的为爱付出，那过了再多的时间，她也不会忘记的。如果说一旦付出了真感情，得不到什么回报，她就会想其他办法来得到这些补偿。你把女人就想得这么世故？你不是吗？就算是这样，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以帮你。你如果没有我的帮助的话，你什么都得不到，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。没有那么夸张吧？我也可以非常直白地告诉你，我帮你呢，也是有目的的。如果说你真从乔胜利那儿得到了一大笔钱，我要分到我应得的那一份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再考虑一下。啊，
这样，我先上趟洗手间。老铁，我徐斌，你跟志坚能不能过来一下？是关于成都营的事情。那好吧，那我一会儿见啊。志坚，你走。哥，妈妈，回家啊。好的。赵旺财，我又来了。你告诉我，你究竟有几个儿子？就一个呀。你没说实话。我回去又查过了，计生委的材料里有记录，你是超生，还罚了款，对不对？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小儿子在哪儿？赵旺财，你不说出你小儿子在哪儿，我这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安的，知道吗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小儿子是在我们医院里出生的。当时由于我们疏忽大意，把你的小孩和别人家的小孩弄错了。弄错了？是啊。你是说把儿子抱错了？对呀，要不找你干什么呀？那我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哪儿？你的亲生儿子，我确实知道他在哪儿，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，你抱错的孩子他在哪儿啊？啊，在哪儿？我叫赵旺财，是荆州县古岭乡，赵家村第2的居民组的。我大叔啊，你走错地方了，快回去吧啊，走吧。走错了？你找错地方了，快走吧啊！小东哥哥，他走错地方了。大叔，你要找谁啊？我找乔胜利同志啊。你是哪儿来的呀？我是荆州县的。荆州县。好，我想起来了，荆州县是我爸的第2个故乡。让大叔进去等吧。好的。那大叔，您跟我走吧。大叔，进来吧。您啊，先坐在那边等一会儿啊。
赵永才跑到我们家去了，他来干什么？好，你抓紧问问他，先把他的情绪稳住。小东呢？那就好，我把工作处理完，马上就回去。好嘞。哎，大姐呀！老赵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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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坐。这鞋不干净。哦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坐。来，大姐呀，乡下没什么好带的，吃两苹果啊，吃两。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来，坐嘛，坐。好。你怎么找到我家里来的？啊，是老护士长告诉我你家地址的。哦，是老护长告诉你我家地址，那就是老护士长让您来找我的了。是啊，老护士长让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上一次在果园里，我没有和你们说实话，我对不住你们了。那老赵，你确实还有一个儿子了？是啊。那他在哪儿呢？三娃子让我送人了。三娃子让你送人了？啊？那你送人的那个三娃子，就很有可能是我的亲生儿子。可我也不知道抱错了孩子，我更不知道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儿子。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我头一个儿子啊是个残疾啊，第二胎又是个丫头，没办法，我就要了第三胎。孩子他妈呀，东躲西藏的，还是被村干部发现了，实在没办法呀，我就只好把三娃子送人了。那这户人家现在在哪里呢？不知道。他们怕孩子长大后啊，我们去认，所以就想让孩子啊不要见到他的亲生父母，所以就一直没露面。这事儿啊，我们还是请人代办的。那线索又全断了。我的亲儿子又不知道漂流到哪儿去了。大姐啊，我听老护士长说，我的儿子被你抱走了。这是老护长告诉你的？大姐，求求你，让我见上我儿子一面，行吗？哎呀，老赵，这不行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不，大姐啊，我只见一眼，我只看我儿子一眼，大姐。咱们以后再说好不好？大姐啊，先回去。苦啊！我老婆前几年就过世了，我大儿子啊外出打工，至今没回来，我的丫头也嫁人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孤老头子了。我这次来就一个心愿，见我三娃子一眼呐。老赵，你听我说，我的儿子被你送人了，找不到了。现在你的三娃子小东在我们家里跟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，就跟亲儿子一样。你现在差一杠子，你说说看，你叫我们全家怎么受得了嘛？对不对？大姐啊，你先回去吧。三娃子能落到你们这样人家，是他的福分呐。可他到底是我的亲骨肉啊！你让我见他一眼，我就了了这个心愿了。咱们以后我死也能闭上眼了。我客人啊，大叔，你先回去吧，咱们以后再。我辞去。怎么了？小东，来，你先回你房间去，先回你房间。三娃子，我是你的亲爹呀！赵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来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吧，以后再说好。老赵，三娃子，老赵，3言2语讲不清楚。老赵，三娃子，老赵，走，咱们外边去说，好不好啊？走。你
过来，我给他妈解释给你听啊。明天我就过去。走吧，大叔。来，大叔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吧。对吧？姑娘啊，我就不麻烦你了，我就不到旅店去住了啊。可是乔总都给您安排好宾馆了。我今天就坐末班车回家去了。你替我谢谢乔同志和大姐，我今天能见上三娃子一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。我走了啊。看来这件事情，我们是瞒不过你了。刚才来的那个人，他是你的亲生父亲。26年前，我在荆州县城生孩子，被护士报错了，他把我生的孩子报给了老赵，把老赵生的孩子，也就是你。给了我们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么可能是别人的孩子呢？我绝对不会是别人的孩子的。爸妈，是你们搞错了吧？我从小就是你们的儿子呀。小东，这是真的。我跟你妈妈去过荆州县，当时接生的这个老护士长，她说那是她胡说。爸妈，从我记得是那天开始，我就生活在这个家里啊。妈，我上幼儿园那天，是您牵着我的手去的。爸，我上小学的第一天，是您骑车带我去的学校。我得的第1张3好学生的奖状。爸，您送我一只变形金刚。妈，您送我一双鞋。难道这些你们都忘了吗？小东啊，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。当你妈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当时哭得晕倒在医院。她一醒过来，第一句话就是问小东呢。她承受着一个做母亲不能承受的痛苦。小东，虽然你的亲生父亲找到了，但我告诉你，你在我们心里永远是我们的亲生儿子。爸，不会是这样的。爸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答应您去剧团工作，你就想把我赶走啊？不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小东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亲子鉴定早已经出来了。你妈妈不让我告诉你，就是怕伤害你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的亲生父亲居然跑到我们家来了，这件事情是拦不住的。小东，你去哪儿？
手机打你也不接。你走远点，不要管我。你醉成这样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跟我说呀！别喝了，走，跟我回家，快点儿！你走开！乔小东，我不是乔小东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不姓乔。小东。儿子，儿子，小东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我根本就不是乔小东，我就不应该姓乔。我今天见到了我农村的亲生父亲，他姓赵，他是荆州县的一个普通农民，他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可你从小在乔家长大，怎么会冒出个农村父亲呢？我父母他们在荆州县插队落户，当时我也出生在荆州县，是医院的护士他们抱错了婴儿。抱错了，这也太荒唐了吧！你能确定吗？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，可是我父亲，他已经悄悄地去医院做过亲子鉴定了，我跟乔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而我却在乔家整整生活了26年，养尊处优、衣食无忧地生活了26年。可是到今天，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流着乔家的血，我应该姓赵。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。这也太让人无法相信了。小东，你说什么？乔小东是农民的儿子？是真的，他亲生的父亲姓赵，是荆州县的农民。他一出生的时候啊，就被医院的护士给抱错了。哎呀，我刚从朋友那里弄了一张50万的本票，我幸亏。爸，你可不能这么势利啊！不管姓乔、姓赵、小东还是小东嘛。那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呢，他从姓乔的变成了姓赵的，那可是从天上掉地下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女儿，你不要太单纯，啊！自古到今，人都分3、6、9等。他乔小东从本市头号的款爷，
一下子变成了农民的儿子，啊，那还不是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啊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人生来都是平等的，看一个人是看人品，不是看谁有钱。平等。农民能有城市户口吗？啊，农民的儿子能在城里上学吗？不是老爸我势利，社会现实它就是如此。那要是乔胜利认了小东做儿子呢？那乔胜利的儿子呢？他肯定会找自己的亲生儿子的。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，算什么乔家的后代？乔家的亿万资产会让一个非亲非故的农民儿子来继承？萱萱，说话也不动脑子。我不管他是谁生的，我以后还是要跟他好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以后你不许从中作梗。我肯定从中作梗，我不作梗，我的女儿就成了乡下人的儿媳妇了。当年你老爸费了9牛2虎之力，最后装病啊，才从荆州的农村回到了城里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女儿嫁到荆州当农民的媳妇了，这是绝对不可以。农民的儿子怎么了？他依然还是可以在城里工作和生活的呀。小东是可以留在城里，但你想过没有，他能干什么？农民工进城靠的是勤劳有技术，修马路盖高楼。他小东能干什么？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。你养活他？我说你这脸变得还真快哈，前2天还说支持他干事业，又找房子又出钱。我现在发现你这么支持我跟小东谈朋友，是不是在耍什么心计啊？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对小东本人倒是没什么反感，主要是他现在的出身，他会带来许多许多的麻烦的，他会拖累你的。爸，我可跟你挑明了，今后你不准瞧不起小东，不准你反对我跟他好，否则的话，我就不认你做爸。这个老赵是来者不善，他是想把小东要回去。他肯定有这个打算。你想想，赵旺财的大儿子是个残废，他出去找工，一去不回，生死不明。他的大女儿又出嫁了，他现在是孤苦一人，他不想身边有一个儿子吗？但是我们养育了小东20多年，说给他就给他了吗？可人家有父子血缘关系呀，这是受法律保护的。按照法律，小东有赡养赵旺财的义务。那你的意思是把小东还给他了？有些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。出生不能选择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来会打洞。这什么逻辑？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出生是不能选择的，人生道路是可以选择的。法庭判定的是出生，谁生的，谁跟谁是父子关系，就这么个简单道理。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？他把我们生的孩子扔了，我们把他生的孩子养育了20多年，一家人在一起已经有感情了。他现在说要回去就要回去的，你得给他算一笔账，请他把我们生了儿子还给我们。你这是感情用事，这是2回事。你可以到法院去告他，但法庭注重的是事实。所以我们要早做准备。小东的20%股份必须撤销。我们乔家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，不能白白的送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吧？你现在能肯定赵旺财是你亲生父亲吗？我爸妈都已经悄悄地去医院做过亲子鉴定了，他们已经确认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。而且他们也去了荆州医院，也去计生委查过档案。
证明我就是赵旺财的儿子。徐斌，我觉得这事儿先别对外说吧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呢肯定不能对外说，会对小东造成影响。其实现在这个根本就不重要。这件事情早晚都会传开的。小东，那你打算认这个农村的父亲吗？认与不认，这重要吗？我和赵旺财的父子关系，这是根本改变不了的事实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让我的亲生父亲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呢？那你现在的父母呢？对你什么态度啊？不太清楚。可是我心里明白，如果我乔小东真的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，我就应该自动的离开他们，因为早晚有一天，他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的。爸妈，我想过2天抽空去趟荆州县。我想去看看我的亲生父亲，你们同意吗？要说去看看他嘛，也是应该的。怎么是应该的呢？小东啊，上次他来，你们不是已经见过面了吗？我觉得这次没必要再去了。妈，上次我们2个只是匆匆见了一面，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。妈，我这次去，主要是想去看看他的生活环境。儿子啊，妈跟你说句实话，也许他根本不想见你。还记得吧？上次他来，我和你爸替他订了酒店，想留他过夜，他呢连招呼都不打，当天就翻回去了。哥，你别走了，你走了我自己在家多无聊啊。萌萌，哥就是去看看，1、2天就会回来了。小东啊，你还是想清楚了，再决定去还是不去。那不行，有第1次就有第2次，有第2次就有第3次，时间久了，你们会产生感情的，到时候他不会让你回来的。妈，你要相信我啊。胡平，你不要那么太激动了，冷静一点。喂。哦。什么？哎，我这信号不好。喂。喂。现在清楚了吧？你说吧。胜利，我太吃惊了，你怎么会跟王大红合作了呢？我们集团和王大红只是商业合作关系。我会找你的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我们2个人的儿子。老乔啊，小东去不去荆州县，你的态度可不能含糊啊。这件事情，等我考虑考虑再说吧。你怎么了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你怎么现在说话不像平时啊？你现在只要说你同意还是不同意。你不要那么急嘛，这件事情必须要考虑周到，必须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，权衡各种利益，最后选择一个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。行。什么综合因素啊？什么利害关系？什么方案啊？我现在要你说话，同意还是不同意？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，有些事情你是想都想不到的，所以你必须左思右想，才能决定
这件事情去做不做？什么左思右想？行了，你不要说好不好？我知道你现在是左右为难，对不对？也算是吧。那好，我问你，咱们家里总得有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吧？我把小东的爷爷请出来。爷爷可是我们乔家的最高领导，他说了算，行不行？这件事儿，还是不要告诉老爷子吧。你瞒不过老爷子的。乔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想瞒得过他？他要知道他会发火的，你我顶得过去吗？好吧，那过几天就把老爷子请过来吧。不，明天，我明天就去请。小东去不去乡下认他那个亲爸，老爷子说了算，行不行？小东，妈妈这么跟你说吧。你去不去乡下认你这个亲爸？爷爷说了算，好吗？哥，怎么了，毛毛？今天是周末，你陪我出去玩吧。今天不行，今天哥还有事儿呢。可是以前周末你都陪我的呀。那好吧，想去哪？海景广场。哥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说话呀？你跟我说说话呀。好，我们说说话。那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呀，我想吃西餐。好，我们就去吃西餐。那打车走。行，走。走。我们坐这儿吧。好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的，你知道，你去帮我拿。好，等我。给毛毛，吃吧。啊，这个呀，我不爱吃。你原来不是最喜欢吃蔬菜沙拉吗？可我现在不想吃了，我想吃虾。好吧，再去给你拿。多拿点儿。好。给你最爱吃的虾。哥，我也想去洗手间。还没吃东西呢，你。好吧，走，带你去。走。哎，好了，我不去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去就快吃吧。哥，我们能不能换一家地方啊？我不想吃西餐，我想吃拉面。哎，你这不是存心捉弄我吗？对啊，我捉弄你，谁让你是我哥，我是你妹妹的？照你的意思，妹妹就能捉弄哥哥呀？对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啊？我知道你要离家走了，我也知道你走了之后就不会回来了。你知道你走了之后，妈妈有多难过，我有多难过吗？哥，我今天是捉弄你了，对不起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走，真的，哥，你别走。毛毛，你别哭。哥不走，啊，就算有一天哥真的走了，哥也会回来看你的。你骗人！我知道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。不会的，我保证。真的？哥向你保证。
谢谢二位啊，我打个电话这么快就过来。哎，兄弟之间的事不必客气。今天的事情呢，我希望你们2个人啊能听我的，以后啊大家都会有好处。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吧。我跟程露莹啊已经见过面了，谈的呢还可以，可是现在啊他还不是特别信任我，一起谈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，他就刻意的回避。所以啊，我们也采取点行动。他家的住址呢，我已经查到了。我们现在啊，得敲打敲打他。喂，徐斌，程露莹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王大红的手下呢，正在去你家的路上，你现在处境非常危险。我希望你现在不要回家，最晚也要等到明天。不可能，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家地址，你不要吓唬我。实际上他们啊一直都在找你，如果你一出现的话，他们就会有消息。那你怎么知道王大红的人来了？我告诉过你，我呢是乔胜利的心腹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我见面的时候是想告诉你来着呀，可是你是不辞而别呀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要说呢？我坦白点告诉你，程露莹，你呢是一笔财富，我不想放弃。你现在在哪儿？离开本地了吗？我现在还没离开，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呢，我可以不走。下次不会再不辞而别了吧？你今天晚上呢，就先住在这儿，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回去看看。如果王大明他们的人这次真是要来害我的话，那可太感谢你了。你不用谢我，我们大家呢是互惠互利。